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播客，我是 Coach 天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小时候暑假是什么感觉？也许是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出去玩，也许看喜欢的书，或者和朋友玩，也许是和爸爸妈妈出去旅行，很自由。在中国，很多孩子的暑假不是这样的。早上8点起床，去上数学课，中午吃完饭，去下一个地方上英语课，回到家还有作业要做。这就是妈妈帮你安排好的暑假。你会不会想，这是暑假，和上学有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但是很多中国家长的回答是，孩子要吃苦。今天我想跟你聊3件事：中国的吃苦文化，家长的焦虑从哪里来？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补课。中文里有一个词叫吃苦，吃就是吃东西，苦就是一种味道，一种没有人喜欢的味道。吃苦就是说，这个苦的味道不好，但你要吃下去，因为对你好。在中国，说一个人能吃苦，有时候比说他聪明还重要。比如，我们说一个人工作努力，能吃苦，意思就是这个人对工作认真，不怕辛苦，很努力。这是老板给你的很高的评价。但是吃苦不只是大人的事，在中国，从小父母就开始教孩子吃苦。读书辛苦没关系，坚持；练琴很难，没关系，继续。如果一个孩子说我不想做了，太累了，很多中国父母会说，辛苦才是正常的，吃苦才能变得更好。为什么会这样想？因为中国人相信，能坚持下去的人，以后才会做得更好。我还记得我的爸爸从小对我说过一句话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意思就是先吃别人不愿意吃的苦，以后你才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。这让我知道，辛苦是一件应该的事情。所以你看，吃苦在中国文化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。每个人都相信，每个人都在这样做。所以当一个中国父母给孩子的暑假安排了满满的学习，他们心里想的不只是成绩，他们相信让孩子吃苦就是在帮助孩子，这是爱他们的一种方式。但是吃苦文化只是一个原因，还有另外一个更现实的原因。有了吃苦的想法，家长觉得让孩子暑假多学习是对的，是应该的。但还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时间安排，一个是家长的
焦虑。焦虑就是担心、不安的感觉。想象一下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，爸爸妈妈2个人都要上班工作，孩子放假在家，谁来陪他们？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，家长不放心，请人专门照顾很贵，让爷爷奶奶来不一定方便，所以把孩子送去学习，像上学一样，对很多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实际的解决办法。有人看着他们，他有事情做，我们也可以放心去上班。如果孩子没有出去上课，你想象一下他在家里的样子。早上睡到10点，手机一拿，一天就过去了。家长下班回来，一道题都没做。对很多家长来说，这个画面比补课更让人担心。所以有的时候，暑假的补课班不是因为家长有很高的要求，而是因为生活里真的需要这样一个安排。但这只是一个原因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家长更担心的事情。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很焦虑，他们知道成绩好，孩子以后才能考上好大学。这个重要的考试叫高考。能考上好大学，以后的生活就会更好。每一个家长都知道，高考的竞争非常大。如果你的孩子暑假少学了一点，开学以后就发现别的孩子成绩都很好，而且这种压力不是只有1、2个家长有，周围的家长都在同样想这样的事情。你不补，别人补；你休息，别人在学。慢慢的，不报班反而变成了一件不对的事情。所以这种焦虑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厉害，是一种真实的担心。如果我没有让孩子多学一点，我的孩子成绩会比别人差。这种焦虑慢慢发展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？同样的焦虑也让家长开始想，怎么安排才够好？在中国，补课已经很普遍了，但是慢慢的，大家补的课开始不一样了。以前大家都补数学、英语、语文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科目和成绩有直接关系，考试考得好就能上好的学校。但是现在，很多家长开始给孩子报另外一种课，不是为了考试的那种，钢琴、画画、游泳、编程，这些课不直接帮你考高分，但是学了这些，孩子就有更多的能力，不只是会读书。还有第3种，出国学习。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在暑假送孩子去国外待几个星期，比如去英国学英语，去美国参加大学的夏令营。这种安排很贵，但是家长觉得这是别的孩子没有的经历。
你会发现大家安排的暑假越来越贵，越来越不一样。想象一下3个家长在放假前的对话。第一个家长说，我们今年暑假报了数学和英语。第二个家长说，我们除了数学、英语，还报了钢琴和游泳。第三个家长说，我们会去英国上3个星期的英语课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？听起来好像是在说孩子，其实也是在说自己。报更多、更贵的课，变成了一种方式，在告诉大家，我是一个真正好的父母，我在为孩子付出很多。这种比较其实很正常，每个父母都想做得更好，都怕自己做得不够好。只是有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在为孩子好，其实也是在为自己。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中国孩子的暑假，背后有吃苦的文化，有生活的现实，还有家长之间的比较。听到这里，我想问你，你怎么看？你会同意中国家长的这种安排吗？还是你觉得孩子的暑假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想把今天的词真正记住，我在 Patreon 上为每一集准备了互动文字稿、生词卡片，还有2个全新的故事，让你再用一次这些词。前7天免费，链接就在介绍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